欢迎各位准时收看从来不准时更新的邀约评测特刊，我是蝙蝠云。本期约评嘉宾第三方厂牌 Chaos， 约评作品《黑暗骑士归来》超人。现在的新厂牌新系列离了英文就不会起名了，这就整个 Chaos， 我看直译啥意思啊？那厂牌直接叫混沌多好，还怪喜庆的，以后衍生其他系列就叫包子、饺子、烧麦、汤圆，主打一个接地气，一听就有食欲。混沌啊，混沌！这次的产品被命名为护国使者，明显是第三方厂商的擦边球，但它也明显玩了黑袍纠察队的梗。祖国人另一个比较知名的译称就是护国超人，包装的峰会蛮有趣的。它明显是借鉴了《黑暗骑士归来3》其中一版变体封面的构图，镜像的绘制了一张超人版，背面的构图十分写意，红星、核弹、鲜血和超人，明显是隐喻《黑暗骑士归来》的某些剧情。包装依然是荷兰版表纸，简单的局部幽微工艺，包装的形式还是天地盒。产品的形象出处，《黑暗骑士归来》的超人。这个作品按原计划是不会出现在咱们节目里的。实际上咱们节目里出现的超人形象已经不少了，但是厂商随即表示下一个产品是《黑暗骑士归来》的蝙蝠侠。那行啊，那可以评，咱先把坑占上，反正埋谁不是埋呢。不过《黑暗骑士归来》系列先出超人这样的产品规划确实是比较少见的，因为超人并不是《黑暗骑士归来》的主角。虽然超人的登场把故事逐渐引入了最大的高潮，但是作品的主视角在蝙蝠侠身上，超人的人物塑造就显得没那么讨喜，可以看作是作品中非绝对意义上的反派。且超人在这部作品中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衬托蝙蝠侠，以超人对秩序的妥协衬托蝙蝠侠对强权的抗争，以超人的绝对力量衬托蝙蝠侠不惧神明的凡人之躯。但即使如此，超人在这部作品中的行为依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保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英雄。这次的作品呈现不倾向于完全还原漫画，而是一个带有写实笔触、漫画气质的黑暗骑士归来超人。黑暗骑士归来的作品，尤其是可动人形分类下，有一个算一个，没有完全还原的。原著漫画的笔触比较潦草，线条也比较杂乱，各大厂商在制作的玩具产品其实都抹去了这些原作元素，都是向一个更工整的方向去靠拢，所以这样的表现方向也不算稀奇。这次产品的形象大方向的表现上称得上工整，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比较值得肯定的塑造亮点是这个作品在加入写实笔触的同时，调色上也做了与之对应的处理。战衣的蓝色比较纯，但是偏深，腰带、靴子等硬件位置也压了压颜色，调整成了相对偏暗的红色，并且也做了一些灰黑的渐变色处理，让整体的调色都相对顺应这个写实的笔触，让这身鲜亮配色的战衣不那么卡通。但是胸标的颜色是鲜亮的，饱和度很高，相当于是一个被衬托的强特征位，这个也算合理。这次作品最优秀的就是头雕，这个头雕明显是在抓取原著特征的同时做了写实化的处理，从这脸上可以看到诸如施瓦辛格、马特·达蒙等不少知名男星的影子，但是柔和的很融洽，能够让人直观的感觉到这种扎实的棱角、敦厚的面庞，且工艺表现上非常舒适，模具锐利，有刻度且真实。对于一个有写实笔触的漫画超人头雕，它的涂装表现就非常适度，肤色白皙，笔触干净，不强调胡须和面部的疙瘩涂装，肤色的渐变表现也是对的，应该是白人浅肤色白里透红的这个感觉。凝眉的褶皱里稍微强调了一下涂装，额头上非常轻微且细致的表现了几笔那种浅肤色下血管的感觉，眼睛的表现明亮清澈，浅蓝的瞳色很纯净，而且眼睛涂装和面部一样很得体，只强调眼珠和眼白，次要的一些冗杂的细节在这个如此小比例的头雕上不过度去体现，一样是非常干练的工艺技法。而且这个头雕在很正的同时，它有那么一些微表情在，也让它不同于主世界的漫画超人形象，显得不那么阳光开朗，神情上有那么一丝凝重，眉宇之间又有那么一点不易察觉的杀意。这颗头的综合得分非常高。这是一个超人形象，本质上是个素衣英雄，基础表现一共就3个点：头雕、素体、紧身衣。头雕非常不错，其他2个点都有毛病。咱先说素体，这次的产品它使用了爱德玛系列的素体，这个素体的大方向没问题，视觉表现上也颇为工整，
但是这个核心问题是，这个素体虽然看起来是比较正常的，但它本质上是一个特型素体，它的上半身结构更适合制作一些赤裸上身或者是穿无袖衫的人物，因为它素体的臂围太大，几乎没有给布衣留下什么空间，而且它不只是大臂维度大，小臂维度也大。这个人如果是穿无袖衫，把胳膊露出来，这种大小臂一边粗的感觉，就能表现这个人一目了然的强壮力量感。但是穿上这个衣物之后，这个大小臂都粗，它没对比，这种力量感很难显得出来，取而代之的表现是肿肿的。也因为这个素体手臂的线条偏圆，大小臂都圆，所以穿衣之后分离度的表现也弱。超人战衣一共就俩特征位算硬件，一个裤衩，一个靴子。这次厂商比较有趣的是把裤衩也做成了胶件，套上之后它相当于是固定在了这个素体上，怎么动它都不跑，相当于是也由这个裤衩为这个战衣加了一个稳定位，借由它腿腹部的这个衣物都不容易走形。裤衩上也做了一些预设的纹理，让它去模拟这种衣物的效果，做的确实还挺真实的。边沿也是做了一定的虚位，可以让抬腿之类的活动受限小一些。如果说素体的胯部有抽拉的话，那这个腿的可动可以几乎不受这裤衩干涉，可以在后续的作品里尝试类似设计。靴子的胶件值得肯定的设计是靴子上下半层做了拆件，脚踝部的衔接是一个球关节，它由靴筒把它套下来做一个遮挡，让这球关节不外露。想法很好啊，但是球关节用大了，所以往上套的时候这个脚踝显得非常肿，明明是个隐藏位，现在变了突出位了。这个设计可以沿用，适当的把内部球关节的尺寸调整一下，就不用开这么大个脚踝位了。靴子是切腿套的，不过切位切的有问题啊，它切位正好切在这腿最粗的腿肚子上了，所以你往上做套筒结构的时候，这靴子肯定得比腿肚子粗。那这样的话，砍腿套靴子价值就没有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靴子随形，不肿不厚。现在切了跟没切一样，又肿又厚，这小腿比大腿还粗，所以这个人物肢体的表现粗是够粗，但是太肿了，没有一个更精干的线条，这个人就显得没有力量感。这和黑暗骑士归来那个强壮的超人形象也是相悖的。这个作品的衣物剪裁比较突出的特殊设计肯定是胸前这两道，这个裁剪方式的衣物一般叫拉克莱袖或者斜袖，相当于是使用了更真实的裁剪方式。这个技法也十分常见于现在市面上主流的修身运动服款式。这一技法针对身形塑造上的优势就是比较显肩，它在裁剪的时候就可以留出一个肩位来，更容易塑造且垂形穿着者的肩部线条。反之咱们经常看到的常见于玩具紧身衣上的缝合技法，就是胸前袖上都没有缝位，从背后做拉链或者是缝合线去找补，这种无痕袖技法它就没有办法对于肩部去做预塑造，肩部的形都只能是素体勒出来的。此外，这两派技法最核心的冲突放在玩具上，那当然就是肩部这两条线。虽然它有更好的肩部塑形，但是胸前会有两条斜线，厂商应该是想把这两条缝线当作是为这个素面战衣加入的一个线条位。这个其实在一些大比例的同题材雕像作品里也出现过，不过这次的玩具呢，它的尺寸还是偏小，且在这个相对小的尺寸之下，这个缝线没有办法在视觉上做到完全的横平竖直，还是有缝合感。而且这个战衣的颜色偏浅，这种缝合位就显得会比较突出，所以这个技法在应用上可以再找一找平衡。这次披风的选料比较轻薄，也相对的比较柔顺，并且也做了预设的分层，双眼下手较轻的植了两根细铁丝儿，肩部的塑形分层的效果也称得上是工整，挺漂亮的。这个披风的核心问题，肩部不够服帖，常态下总是这样有点翘，你可以不断的通过手压手捏去调整，但是一动又跑了。也就是说，这个披风它是缺少配位的，在披风与后束与背衔接的这个位置，应该做预设的埋磁、暗扣或者是魔术贴。这个超人标志和背部衔接的位置也应该如是做，让它都贴在肩膀上，这个作品的整体表现会显得工整许多。而且超人的披风扬起，在常态下它还真就是肩膀始终不动，只有下摆不断的变换形态，这种造型的披风是十分极端的，所以把这三个点一压，跟这个角色的披风属性也会更契合。以及还有个问题啊，这领子是起翘的，始终也摁不下去。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应该是在剪裁的时候，它完全参照了这一区域的尺寸，但是没有考虑到披风装上之后
它的厚度对于这一块的影响，所以这个位置相当于是让披风垫起了一部分。这属于经验问题啊，应该在大货生产之前做一次预设的剪裁适配，能够发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披风的长度，现在大概其到腿肚子这儿。黑暗骑士归来的披风如果按照漫画的作画，那到腿肚子啊、脚脖位置都是合理的。不过这个作品因为它有写实笔触，且维度比原著还大，所以它需要一个更大尺寸的披风镇住这个形体。这个披风短了就稍显滑稽，应该适当的再长点。黑暗骑士归来版超人正面就一个特征图形位，就是胸标。完，胸标给我做错了呀，左右延伸的尺寸没问题，黑暗骑士归来是个大标，但是做扁了呀。黑暗骑士归来超人的标是个方方正正的，这个显然是不对的。这次战衣它是属于比较常规的螺纹布材质，值得肯定的设计是腕部的裁剪手口。因为超人没有什么臂甲护腕的结构，所以这个位置经常翻车，一抬手这弹力布跑后边，手腕子露出来了，表现上可能就比较廉价，这个没有。不过针对这次的题材，这次布料的属性其实可以稍微调整。现在的它可能过于轻薄随形了，人物一动，尤其是胸腹位置随形感特别强，这个表现也比较割裂，就是胸腹位置它的肌肉线条刻度展现的有点过火，四肢呢又几乎没有，而且有一些随形过度，也会让这个人物在动起来的时候不那么真实，所以这个可以做适当调整，选择稍厚一点不这么紧绷的材料，表现上会和谐不少。接下来看配件，这次头雕如此出色，它是3头雕配置，咱们也看看其他的。这是呲牙怒头，涂装和那个平镜头一样很高的水准，但是这个头的呈现比较平庸。首先它的创作思路依然是带有写实笔触，又融入了漫画式的夸张，真人这嘴都呲不了这么大。不过表情幅度虽然足够夸张，但是它的肌肉走势没有带过来，这么夸张的咧嘴应该有一种脸颊全都是褶子，把脸都快咧烂了的那种效果，才能感觉到这个头的情绪和这种夸张表现的合理化。现在呢咧起这么大嘴，但是两腮位置几乎就没动，表现上就显得不太实，这嘴像 P 上去的。暴怒头表现的状态是一种嘶吼，并且这个头还做了发型上的变化，前发变得散乱，依然是涂装表现很好啊，让这个头很精致，牙齿口腔的涂装都够扎实。这个头雕还有功能性，涉及到另一个配件，可以抓在手里的被损坏的蝙蝠侠头盔。作为这个头雕功能性的联动点，通过头盔内部的磁吸结构，可以让这个头雕亮起他的双眼，表现一种在暴怒状态的超人嘶吼着发射热视。这个热视线和这个头的情绪搭调的就十分出色，张力十分突出，情绪足够饱满。这个和蝙蝠侠头盔联动的功能设计，虽然它没有什么原著剧情的依托，但是加入这种互动类的玩法，让一个比较单调的道具类配件和核心配件有强互动功能，想法非常不错。不过啊，功能性还不完整，这个头雕只能通过这头盔开灯，不能通过这头盔关。你要想关灯，还得把这头雕拆开，再拿那磁吸配件吸一下里头的灯组。这次3头雕的配置矩阵也有优化空间，除了常态化的平镜头，2颗表情头的情绪都偏向愤怒，且都是强情绪的愤怒。而呲牙头的表现本来就相对不佳，情绪上又没有暴怒嘶吼的那个表情头饱满，更何况那个嘶吼头雕又有功能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存在就会抹消掉那个呲牙头的存在价值，让它很难在互动的时候被选择。所以这套偏向情绪递进式的头雕组，那个呲牙头的情绪可以相对减弱一些，改成一个轻微咬牙发力的表情就可以，它也会有更多的存在价值。道具类配件有绿箭侠射出的刻石羽箭，剑身是软的，但是不会弯啊，透明的刻石，这个配件的表现没啥问题。刚才展示其功能性的时候看到过了，在这部作品中破损的蝙蝠侠盔甲头盔，头盔一侧做了抓握位，在超人的力量之下，让这个金属头盔轻易形变的效果。这头盔的金属质感还是挺突出的，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形态一样是做了写实化处理，不是漫画中的那个样子，更接近电影 BVS 的重甲头盔，也算是个小彩蛋吧。兴许以后厂商还会出这个造型，可以衔接上这个配件的故事。配件就这些，那肯定是缺配置啊。这个定位的产品，一个常见飞行形态的角色，那肯定得给个支架啊，要不针对这个产品，玩家想呈现的不少动作都是无法实现的。看看产品的可动，本质上这就是一个紧身衣人偶，
身体上也没有过多干涉其可动的硬件，所以跟个素体也大差不差。头雕内部是做了个长桩头的活桩，常规状态下低头抬头，也可以抻出一截往后压，去做到这种飞行形态的造型。腰胸的活动范围2节，手臂的侧、前及曲臂。因为这个臂围太大了，外边又套个布衣，90度都够呛。手腕球关节由这个紧身衣和这个收口的腕部藏得很好。腿部的前、侧、后踢、屈膝及简单的脚踝球关节可动，接地尚可。脚部没有再切前踏关节。混沌的叫顺嘴了。Chaos 的黑暗骑士归来超人这个产品头雕的表现颇为惊艳，可以说是完全点亮了这个作品，让这个产品有一个突出的高光，非常值得保持的工艺和设计水平，这会是这个系列的卖点。其他的作为一个超人框架之下的紧身衣人偶，呈现难度并不大，但是呢毛病却颇多，充满着诸多不成熟的处理方式和不会藏拙的点，这些相对基础的问题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那咱们也看看它是否能在蝙蝠侠上得到更好的改善。好了，那这期要讲述的内容就这么多，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